我不得不说 ，V 社真的很懂玩家到底要什么啊。Steam Deck OLED 虽然说从名字上只是加上了一个 OLED， 但真的不是换了 OLED 这么简单啊，可以说是里里外外我提到过的槽点几乎全部都改了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有一篇报道 ，PC Gamer 他们采访了 Steam Deck 的产品经理，大意是说，V 社，你们这块 LCD 已经用了1年多了，玩家疯狂敲碗的 OLED 版本，你们到底会不会出啊？产品经理回。我知道现在那片 LCD 荧幕有点谱，但是不是把荧幕换成 OLED 那么简单。OLED 本身有一堆问题啊，像是低光下的对比、灰阶控制、最大亮度不足 ，LCD 本身还是比较容易的选择，不啦不啦不啦。我觉得这个采访真的超有趣的。如果你现在回去看这段访谈的话，你真的会好奇他到底当初是怎么忍住的。毕竟他当时一定知道 Steam Deck OLED 的存在啊。如果他可以的话，他应该恨不得回。我们不只是换上了 OLED 荧幕这么简单，还直接定制了一块90Hz OLED， 亮度也直接从上一代600尼特直接拉到市场最顶的1000尼特，而且还不止换荧幕，我们还换了6奈米制程的处理器，换上了 WiFi 6E 的网卡。重点是电池从40瓦时直接加到了50瓦时，甚至在电量提升25%的前提下，我还让重量减少了29克。而且重点中的重点是，我没涨价啊！原本512GB 的 LCD 版，台湾售价是21,980元，现在 OLED 版本升级到 1TB 也是21,980元，真的没那么简单。我说 V 社啊，你这个拖更我是完全给过了，心服口服。好了，说这么多，这期节目我们想仔细聊聊 Steam Deck OLED 提升的每一个细节，并且完整的把所有数据测试结果过一下，到底好了多少，差了多少，尽量列出来给大家参考。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喽。好，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看我们疯狂跑各种测试，把数据填满各位的荧幕了吧？别急，事实上 Steam Deck OLED 不只是换了几个硬体，外观本身也经过了许多的微调。那我就讲我认为最有感的3个改变。第一，所有的按键都经过最佳化。首先是蘑菇头 ，Valve 稍微拉大了尺寸，并且 OLED 版的蘑菇头换掉了以前这种磨砂的表面处理，改成了同心圆的塑胶贴片，然后再加深了内凹的程度，所以手感提升非常有感。以前这种蘑菇头需要稍微用点力才能稳定 hold 住，如果太轻就容易滑掉，而 OLED 版完全不会，非常跟手，操作上也更稳。不过也因为内凹的程度较大，边缘会有一点硌手的感觉。再来 R1、R2 按键的手感清脆利落太多了，我之前就在留言分享过 ，Steam Deck 的 R1、R2 有点太软太闷了 ，OLED 版也改掉了，你们听两者的声音差异应该就很清楚。接着你再听音量键，基本上所有的按键都朝向回馈明确利落的方向走，按键的手感可以说是全面提升。真的是除了备件的 R4、R5， 不知道是不是个案，但我手上的这台是真的有点太紧了。虽然很少用到，但我想我之后用它的机会应该更少了。并且针对 DIY 能力强的朋友，我也直接把我的 Steam Deck OLED 拆开来帮大家确认过了。这次的 R1、R2 模组跟上一代设计不同，意味着跟旧款的 Steam Deck 设计不同，所以不是换按键这么简单。DIY 能力强的朋友也就不要想着可以买新款按钮来代替旧款了。外观看完，接着就来看这次最大的亮点——萤幕。Steam Deck OLED 这次最大的提升就是换上了一块掌机界的顶级 OLED 的萤幕，尺寸也从上一代的7寸拉大到了更加满版的7.4寸。同时 V 社是真的有心啊，这块萤幕不只是 OLED， 也支援了90Hz 的高萤幕更新率，在这个效能之下是绰绰有余了，省电流畅都有顾到。不过解析度依旧是维持 800P 的设计，并没有再往上拉，毕竟峰值效能也没大提升。但是最顶的地方在这里。根据官方标示，这块 OLED 萤幕可以达到10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但是在邦尼的频道不能只看官方标啊，我们实测更准嘛。经过我们实测，这块萤幕在 SDR 之下，全白幕亮度可以达到500尼特，强光触发下则可以达到官方宣称的600尼特，并且是稳定的全画面600尼特啊，这其实已经很猛了。而在 HDR 之下，我们就可以解放亮度限制到1000尼特，我们就不用常规的萤幕测试软体了，直接打开 Cyberpunk 2077测真实的最大游戏亮度。我们直接面向阳光实测，就算在1/3以上的强光显示面积下，哇 ，Steam Deck 这块萤幕依旧可以冲破1000尼特。
就算挑战全荧幕强光，也可以达到900接近1000尼特的表现。我认为 Valve 标峰值1000尼特是真的客气了，峰值完全还有空间上去，应该多少是为了功耗控制锁在1000尼特。这块荧幕是真的非常顶。而如果你是看数据没那么有概念的朋友，我们也直接来对比旧款的 LCD 的显示效果。我这边也放几段样片让大家参考。并且因为这次采用的这块 OLED 在掌机中的表现也很顶，像是鲨鱼在海里自然的光影呈现，对比 LCD 版本差异非常明显啊。再看下一步，怎么黑掉了？没关系，顺便来看一下 OLED 的绝对优势，就是每个像素都可以独立控制，所以显示黑色的时候就可以达到全黑。对比旁边的 LCD 就很明显 ，OLED 这边不会有灰蓝色背光的干扰，对比更好，沉浸感相较起 LCD 版本也明显更好。不过到底为什么黑掉啊？又是地区限制啊，烦死了！哎呀，这个时候只能打开 Surfshark VPN。没错，很多人在讲 VPN， 但你真的知道 VPN 可以干嘛吗？我自己已经用了 Surfshark 1年半，有了先前介绍过的3种用法：一、解锁台湾没有的影集，解锁地区限制的 App， 解锁地区限制的游戏；第二，踏回台湾处理工作，在机场、咖啡厅、饭店，我也都会连上 Surfshark， 还顺便保护资料安全。第三，在网络上订房、机票、买东西，也都可以透过 Surfshark 跳到不同的国家看看有没有优惠。像是日本旅游，跳到日本订房，偶尔会比在台湾订更便宜，甚至有隐藏房型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像是防毒、无追踪搜寻以及监控各自外泄的功能。像是 Surfshark Alert， 它就会自动侦测你的 email、信用卡是否有被流出，及时通知你赶快应对。最棒的是 ，Surfshark 一个账号就可以在无限个装置使用。输入在资讯栏的邦尼观众专属折扣码 ESBONNY， 就是最新的圣诞节优惠，并且再额外获得5个月的免费订阅哦。回到节目，话说回来色域色准肯定也是要帮大家想测的，对吧？先前有人在询问我们的设备到底准不准。我们采用的是 UPR Tech 的测量方案，也是许多面板厂产线、显示开发商常用的机器，加上我们额外添购了第三方测量软体，总价大约是落在1万美金上下，真的是大失血。好在硬体软体都有各方大大的支持，感激不尽。另外，关于准度的问题，这种专业的设备都是需要定期回原厂付费校正的，正常来说也是好几百美金又喷飞了。这边就真的要感谢 UPR Tech 对台湾测量科技创作者的支持，有给优惠啦。完成校正的设备，你就会拿到一张像这样子的校正证书。像是我们手上的这张，就是2023年4月刚校正完成的，加上机器也还很新，所以测量的精准度也比较有保障。接着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，直接上实测结果。我们这边也听从建议，改版数据呈现的方式，整个更简单明了，容易读懂。我们之后主要会测最主流的 sRGB 以及 DCI-P3 2个指标。来看结果，先看 sRGB。没有意外 ，Steam Deck 可以完全盖好盖满，达到100%的 sRGB，CCT 大约落在6700K。这时候的丢台也非常可以，来到小于2。这个数字我们说过了，小于2就是够准的意思。而在 DCI-P3 之下 ，Steam Deck OLED 也完全给过，可以完整覆盖100%的 DCI-P3，CCT 同样落在6700K 左右。这时候丢台也很 OK， 只有1.61，够准给过。一般用户主要先看这2组即可。另外，我们也加测了一下，这块 OLED 的 DCI-P3 ratio 的确可以达到109%，符合官方规格标示的110%。但这种手动触发最大色域的模式，对于色域线缩来说就是多出来，色彩溢出的意思。看我们前面针对对应线缩后测量的 coverage 即可。接下来，我也将新款与旧款的完整测试结果进行对比。可以看到 ，Steam Deck OLED 在峰值亮度和所有色域覆盖指标上是全面提升，尤其在 Delta E 色准上，从旧款不及格的 5.6 直接跳进顶级小于2的表现。这块萤幕的确不是吹出来的，无论是数据还是实际效果都是有感提升。最后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数据测量节目，欢迎订阅邦尼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你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，或是加入频道会员，直接支持我们，更有力量完成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先谢谢你了，感激不尽。接着，既然我们前面都有把机器拆开，也顺便带大家来看一下内部设计。
说到拆，就不得不给 V 社一个掌声了。他们知道你各位都买的是小容量，回去自己换1TB、2TB 的 SSD， 所以他们也就不演了，这次帮你把拆装体验顺便升级。首先，上一代我不是有特别提醒大家螺丝非常容易崩牙，要压住小心拆装吗？这次不用了，直接用上了更加扎实的螺丝，也从14字改成新型，直侧 T6、T5 也都还可以，并且 V 社很贴心，长度也帮你统一规格，不用分长短了。接着拆开，哇，心灵层面也帮你照顾到了，整个内部零件都经过黑化处理，赏心悦目啊。而如果你拆开是要换大容量 SSD 的话，基本上就是3步骤。步骤1，拆下连接小板的排线，没有拆过的朋友简单教学，轻轻抠起来，慢慢抽出来，不要大力出奇迹。步骤2，接着卸下螺丝，掀开盖板。步骤3，找到电池排线，稍微用力，一鼓作气，拉着这个提把把电池断电。再提醒一次，务必断电再操作哦。最后就可以在这里看到 SSD 本人啦，拧下螺丝就可以替换。规格同样是2230，而旁边这个就是6E的模组了。接着来观察一些内部的细节，首先是这个盖板，旧款的背面贴了许多导热贴片，新款则没有。我想其中一个原因，往下看 ，Steam Deck OLED 换了新的散热模组和风扇，我们也不废话，上实测。我们直接跑 Cyberpunk 2077。Steam Deck 相同推荐设定20人的基准测试后，旧款 Steam Deck 背面最高来到了47.6度，新款38度。出风口这边就更明显了，旧款56度，新款则只有44.3度。也就是说，在半小时左右的重度负载后，风口的温度差了10度以上，并且能够达成这个温控差异，不只是散热变强，而是处理器本身的功耗也降低了。原因是，虽然 Steam Deck OLED 没有更换新的 APU 架构，所以从规格表上看起来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制程上有所进化。他们从原先的7纳米换成了6纳米打造，并且内建的 16GB LPDDR5 记忆体也从每秒5500MT 换成了每秒6400MT 的版本。所以到底差多少呢？官方数据我们就不看了，直接来实测差异。首先看功耗，我们测 Cyberpunk 2077 Steam Deck 推荐档位，两者在开启 FSR 之下都可以达到平均50帧左右的表现。峰值效能可以说是接近到几乎一致，但是重点还是来看功耗。我们直接看图表，旧款的 Steam Deck 平均功耗来到25.4瓦，而 OLED 这边就只有22.3瓦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在近乎相同的峰值效能之下，功耗降了14%。我们在测关闭 FSR 之下的结果也非常相近，同样降低了14%左右的功耗，并且在中负载之下的功耗差异更大。我们测 Forza 5低画质，并且开启 FSR 相同画质设定之下，旧款这边是49帧 ，OLED 版则是52帧，稍微高了一点。但这个时候 OLED 版的功耗只有15.6瓦，而旧款这边则是来到了20.6瓦，也就是整整降低了32%的功耗，帧数还略高啊。这个结果只能说明 V 社不只是换了制程这么简单，应该也拉了一条更优的功耗设定。并且你别忘了 ，Steam Deck OLED 不只是降低功耗，电池容量也提升了啊。我们这边也特别找来了一台电池循环次数不到10次的 Steam Deck LCD 版顶规 512GB， 对比同样是顶规的 Steam Deck OLED 1TB， 同样实战 Cyberpunk 2077设定在 Steam Deck 推荐档位200尼特之下进行测试。在经过23轮的基准测试后，旧款 Steam Deck 这边从100%掉到了50%，而 OLED 版这边呢，则还有66%的电力。也就是换算起来，用到没电的时候 ，OLED 版大约可以多出30%的使用时间，也就是在效能全开之下，大约可以达到2个多小时的游玩时间。而一般版这边则是大约1个半小时，并且 OLED 的显示效果明显是更加明亮通透的。先前我们也做过一个专题，就是 OLED 可以用更低的尼特数达到 LCD 相近的视觉效果。所以在实际游玩上 ，OLED 版本我的体感不只是延长容量上的25%。我觉得 V 社这次真的算是符合很多玩家的期待，就是给那些没有那么在乎极致效能，反而更在意游玩时间的朋友一个更加均衡的选择。并且我们也测了 Steam Deck OLED， 同样可以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hold 住长时间20多瓦的效能输出，也就是插不插电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不会影响峰值效能的发挥。最后，如果你很在意游戏表现，当然不用担心，这边分享几组测试结果。并且注意，以下所有的数据都是在内建电池预设的效能设定当中测到的，所以如果你会限制 FPS， 像是锁40去玩，那体验肯定会更稳更好。首先是在2077当中使用 Deck 推荐模式，在开启 FSR 之前可以达到平均33.9帧，旧款则是32.8帧。
开启 FSR 之后，就是可以达到50.6帧，旧款则是50帧，都到了峰值状态了。而在 Forza 5低画质开启 FSR 之下，旧款平均49帧，新款52帧。God of War 战神原生画质两款极限都是35帧，开启 FSR 之后，旧款42帧，新款45帧略高一些。低画质加 FSR， 新款则可以达到53帧，旧款大约是45帧。CS:GO 2我们直接测高画质，受益于 OLED 版本的萤幕更新率可以达到90赫兹，所以帧数也进一步解放到最高78帧。旧款这边则是现在最高60帧。Ghostwire Tokyo 鬼线东京开启 FSR， 新版最高50帧，旧版最高46帧。最后测 Apex 初始设定，旧款同样被限制在60赫兹之下，最高只能达到跑满的60帧，而 OLED 则是可以解放到最高90帧跑满。整体来说，两代的峰值效能上限是差不多的，不过 OLED 版本的整体功耗都能在地上15%到20%以上，并且电池也从40瓦时提升到50瓦时。对于更在意游玩时间的朋友来说 ，Steam Deck 就是目前很不错的选择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唯一之选了吧。好，看完了外观，看完了萤幕，看完了效能，关于掌机体验适合哪些人什么的，我推荐你直接去看我们做过的 Steam Deck 以及 ROG Ally 两则完整评测节目会更清楚哦。今天的选购建议会更专注在 Steam Deck 和 Steam Deck OLED 到底怎么选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买新不买旧。但是我也把主要的差异都列出来，让大家细细来盘点一下两台机器到底差异有多少。这边我就以顶规512GB LCD 跟顶规1TB OLED 来对比。首先，在收纳盒中，旧款就是一般的收纳盒，而新款呢，你可以在收纳盒中再拆出一个完整贴合掌机，而且更轻薄的收纳盒。第二，这次的按钮全面提升，其中蘑菇头更好推、更顺，并且提升防尘和降低磨损。第三，如果你是想要 DIY 换2TB SSD 或是换其他组件的玩家，新款的螺丝更耐操，内部的排线都更容易拆卸，同时 SSD 也比较没有堆叠积热的问题。第四，萤幕直接拉到掌机最顶之一 ，OLED 90赫兹1000尼特，可以说是从普直接拉到了梦幻规格，7.4寸更大更满版，并且触控采样率也来到了180赫兹，会更加灵敏。第五 ，EPU 从7纳米提升至6纳米，实测至少15%到20%的功耗降低。这时候又有朋友要问了，不是从7变成6吗？数字变小了，这样怎么是提升？应该是退步才对啊。第六，全新风扇和散热模组在重度半小时负载之下，有着降低10度以上的差距。第七，通讯上从 WiFi 5提升到了 WiFi 6E， 并且支援蓝牙 5.3。第八，同样价格可以从512GB 买到1TB 的储存空间。第九，电池容量从40瓦时提升到了50瓦时，同样条件下大约有30%以上的游玩时间提升，并且重量还减轻了29克。第十，这个很少人说，电源线从旧款大约1.5公尺变成大约2.5公尺的版本。这个很实用啊，大家可能就直接拿其他 PD 充电器来充了，没有发现，比较少人说。最后还是来说说我们对 Steam Deck OLED 未来的期望吧。第一，当然是整体的效能提升。OLED 对 V 社来说是改款，没有新的 APU 算是意料之中。但 Steam Deck 2 OLED 应该就会有新的 APU 了吧？期待到时候依旧可以维持在漂亮的能耗曲线之下，提升峰值效能。第二，我认为这代的功耗降低、电池加大、改善温度和拉长游玩时间是正确的方向。别忘了，在拉高峰值效能的同时，要时刻关注能耗表现。我觉得若能提升至3A 稳定50帧，3到4小时，在现阶段真的就是一台非常棒的随身游戏机了。虽然说目前透过限制 TDP 也可以达到3个半以上的表现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 Steam Deck OLED 的快速重点实测结果。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或是想知道的部分，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会分享外放测试让大家参考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